当我学会让情绪自然流动，它们便不再成为阻力。那不是因为情绪忽然变少，也不是因为我终于控制得很好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急着把每一种感受处理成正确的样子。过去的我很怕情绪失控，一有起伏就立刻压下去，告诉自己要冷静，要理性，要快点好起来，好像情绪只要停留太久就会坏事。于是我一边感受，一边抵抗，一边难过，一边又责怪自己为什么还在难过。情绪没有被理解，只是不断被打断，他们找不到出口，就卡在身体里。我开始觉得很累，不是因为事情真的那么多，而是因为每一种感受我都在对抗。我以为那样是成熟，却没发现那其实是一种内在的堵塞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停下来，不是为了分析，也不是为了改善，而是允许自己就这样感受。我不再问为什么会这样，也不急着找出口，我只是让情绪在身体里走完它的路，像潮水来了，走了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发现，情绪其实会自己移动，只要我不抓住，不压制，不急着命名它是好还是坏。当我允许流动，情绪不再堆积，不再变成压力，不再化成阻碍，它们只是讯号，来提醒我正在经历什么。悲伤流过，留下柔软；愤怒流过，留下界限；害怕流过，留下需要被照顾的地方。没有一种情绪真的想停下来破坏我，它们只是想被通过。我开始感觉到身体变轻了，心也比较不纠结，不是因为没有情绪，而是因为没有堵住。当情绪可以流动，我不再需要用意志力撑住自己，我不再一边前进，一边被内在拉扯。那种阻力慢慢消失，我才明白，真正卡住我的，从来不是情绪本身，而是我不允许它们存在。当我学会让情绪自然流动，我不再害怕感受，也不再急着离开当下。我站在自己的经验里，让一切来，也让一切走。那样的我反而更稳，因为我知道，不管出现什么，我都不需要逃。情绪不再是阻力，它们变成路标，变成节奏，变成我与自己保持连结的方式。而我也在那样的流动里，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不是如何控制人生，而是如何不再阻止自己好好活着。当我开始为自己的心空出位置，宇宙才有办法把与我频率相合的事物放进来。那不是因为我突然什么都不想要，也不是因为我放弃了期待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察觉，自己的心一直被塞得太满。过去的我，心里装着太多东西，别人的期待，对未来的焦虑，对过去的后悔，还有那些没有放下，却已经失去重量的执念。我以为全部留下来才算负责，
可是在那样的状态里，我其实很难听见自己，因为内在太吵，每一个声音都在抢位置，真正属于我的感受反而没有空间出现。我想要新的可能，却不肯清空旧的位置。我期待对齐，却一直抱着早就不适合的频率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停下来，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感觉到那种过度饱和的疲惫。我问自己，如果我真的想迎接新的，那是不是该先为它腾出空间？于是我开始整理，不是外在，而是内在。我放下不再属于我的责任，松开早已过期的自责，不再反复抓住那些已经不能回头的情绪。那个过程不激烈，却很真实。我没有立刻感觉轻松，却感觉到内在出现了一些空白，不是失去，而是一种可以呼吸的空。当心空出位置，我开始感觉到流动，不是强烈的改变，而是一种对齐的感觉，好像整个人慢慢回到自己的频率上。就在那样的状态里，事情开始靠近，不是我追来的，而是自然发生的。合适的人，合适的节奏，合适的机会，他们像是一直在等我准备好接住。宇宙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我。当我不再让心被杂讯占满，我终于发出清楚的讯号。与我频率相合的事物，不是被吸引，而是被允许。它们一直存在，只是以前的我没有空位。我开始明白，对齐不是努力，而是腾出空间；不是追逐，而是停止抓紧。当我愿意为心空出位置，我不再急着填满每一刻，也不再害怕安静，因为我知道，安静不是空白，而是入口。在那个入口里，宇宙终于可以把真正适合我的一样一样放进来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而是因为我已经站在能接收的频率上。当我停止假装没事，我才能真正让那些需要痊愈的地方被看见。那不是一个突然崩溃的时刻，也不是我放弃坚强，而是我终于承认，有些地方真的已经撑得太久。过去的我很习惯说没事，不是因为真的没事，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。我怕一说出口，就会变得很麻烦，很脆弱，很不被理解。于是我把所有的不舒服包装成可以，把所有的疲惫藏进微笑里。我让自己看起来正常，却在心里一点一点裂开。那些需要被照顾的地方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被我忽略，被我要求安静，直到它们只能用更重的方式存在。我开始觉得空，觉得麻木，觉得怎么休息都不够，却还是告诉自己，撑一下就好，再一下就过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有人逼我，而是因为我忽然明白，如果我一直假装没事，那些需要痊愈的地方就永远没有被看见的机会。
于是我第一次对自己诚实，不是对世界解释，而是承认我其实很累，其实很受伤，其实没有那么好。那一刻没有解法，也没有奇迹，只有一种很深的松动，好像我终于不用再演出一个其实撑不住的版本。当我停止假装，那些被忽略的地方慢慢浮出来，不是为了折磨我，而是为了让我知道，他们一直在等。我开始看见哪些伤口还在，哪些情绪还没有走完，哪些委屈其实从未被承认。这些看见没有让我更痛，反而让我站稳了一点，因为被看见就是痊愈的开始，不是立刻好起来，而是不用再躲。我不再逼自己一定要马上振作，也不再要求伤要有意义。我只是陪着那些地方，让他们慢慢呼吸。就在那样的陪伴里，痊愈开始发生，不是剧烈的，而是安静的，像身体终于知道它可以放下防卫。我才明白，真正阻碍痊愈的从来不是伤，而是我假装没有伤。当我停止假装没事，我不再与自己分离，我站在一个愿意照顾自己的位置上。那个位置不需要表现，也不需要证明。那些需要痊愈的地方不再孤单，因为我终于回来了。痊愈不是变好，而是回到自己身边。当我愿意这样回来，生命也终于有空间慢慢替我把裂缝缝合。当我开始把专注力从缺少转向正在发生的美好，能量便开始聚拢。那不是因为问题忽然消失，也不是因为人生突然变得完美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察觉自己长时间把目光停在没有的地方。过去的我很习惯看缺少，缺一点时间，缺一点资源，缺一点肯定，缺一点爱。我以为这样才能提醒自己努力，却没发现那样的专注一直在让我感觉匮乏。我走在生活里，却总是在盘点不足。明明已经做了很多，却只看见还没完成的部分。明明有人在身边，却只感受到没被理解的地方。我的心很忙，却越来越空。那种空，不是因为真的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因为我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已经存在的事物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感到很累，不是身体的，而是一种长期觉得不够的疲惫。我问自己，如果我一直盯着缺少，那我是不是永远都站在不足的位置上？于是我做了一个很小的转向，不是强迫自己感恩，也不是假装一切都很好，我只是开始注意此刻正在发生的美好。一杯刚好的水，一段没有被打扰的时间，一句无意却温柔的话，一个让我安心的呼吸。他们一直都在，只是以前的我没有把目光停留。当我开始看见，心慢慢静下来，不是因为满足，而是因为不再紧抓不足。那种拉扯少了，能量开始回到身上。我发现
专注缺少的时候，力量是分散的；专注美好的时候，力量会聚拢。不是因为美好多，而是因为我不在，把能量外散在比较与焦虑里。我不在同时，一边走，一边否定。我开始完整的站在正在发生的生活中。那个转变没有让我停止前进，反而让我走得更稳，因为我不再用匮乏推着自己向前，我用已经拥有的支持作为立足点。能量开始聚拢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一种不同的流动，不是急，也不是躁，而是一种自然延伸的动力。事情不再那么费力，选择也不再那么纠结。我才明白，能量不是凭空出现的，它来自我把注意力放在哪里。当我一直看缺少，能量就被抽走；当我看见美好，能量就愿意留下。这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一种站位的改变。我不否认困难，但我不再让困难占据全部视野。当我开始把专注力从缺少转向正在发生的美好，我不再觉得自己一直在追赶，我开始感觉到，我其实已经在路上。那份聚拢的能量，没有喧哗，却很持久。它让我知道，我不是靠硬撑，而是靠对齐，继续走下去。原来真正的丰盛，不是拥有更多，而是当我愿意看见已经存在的美好时，生命自然会把力量慢慢交回我手中。当我不再急着跳过痛苦，它反而慢慢化成理解与力量。那不是因为痛苦忽然变轻，也不是因为我终于变得足够坚强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把痛当成一个必须立刻离开的地方。过去的我很怕痛苦停留，一感觉到不舒服就想快转，想看正面意义，想找到成长点，想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有原因，好像只要跳过就不会那么痛。于是我学会快速理解，却没有真正感受。我替伤口下结论，却没有陪它走完。我用理性盖住还在流动的情绪，以为那样叫做成熟。但那些被跳过的痛苦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留在更深的地方，变成反复出现的疲惫，变成对某些情境的过度反应，变成我说不清楚却一直存在的重量。我开始发现，越急着离开痛，痛越不肯放手，好像它在提醒我，我还没有真的听见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想通了，而是因为我真的走不动了。我问自己，如果我不再逃，只是留下来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于是我第一次没有急着理解，也没有急着振作，我只是让痛苦存在在我身体里，让它有时间说完它想说的话。那一刻很安静，也很赤裸。我感觉到失落，感觉到委屈，感觉到那些我一直不想承认的无力与心碎。他们没有把我吞没，却让我掉下眼泪。就在那样的停留里，痛苦开始改变了，不是突然消失，
而是变得柔软，好像它终于被听见，不再需要用力存在。我开始理解，不是用头脑，而是用心。我懂了自己为什么会那样痛，不是因为我脆弱，而是因为我在乎，因为我付出过，因为那段经验真的重要。那份理解没有让我立刻变好，却让我不再责怪自己。而当责怪消失，力量就有空间出现，痛苦慢慢化成力量，不是因为它教会我忍耐，而是因为它让我更靠近自己。我知道哪些界限不能再退，知道哪些感受值得被尊重，知道我其实有能力陪自己走过很深的地方。我发现，真正的力量不是不再痛，而是知道就算痛，我也不需要逃。当我不再急着跳过，痛苦不再需要拖住我，它完成了它的工作，就自然松手。我不再害怕痛苦来临，因为我知道，它不是敌人，而是一个提醒，提醒我停下来，看看自己，那些曾经以为只是伤的经验，慢慢沉淀成理解，理解自己，理解他人，理解生命有些时刻本来就需要慢慢走。而那份理解不喧哗，却很稳，它让我在下一次面对困难时不再慌乱，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走过，也陪自己走过。当我愿意不再急着跳过痛苦，我才真正带走了他想给我的礼物，不是折磨，而是一种经得起时间的力量。当我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能让心变轻的方向，现实便开始跟着一起变轻。那不是因为困难突然消失，也不是因为世界忽然对我特别宽容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察觉自己长时间把心放在太重的地方。过去的我很习惯承担责任，承担期待，承担那些其实不是现在非做不可的重量。我以为越重，代表我越认真，越用力，越值得被肯定。于是我把注意力放在压力上，放在问题上，放在还没解决的事上。我的心一直很忙，却没有真正往前，因为所有的力气都用来撑住。我没有发现，现实之所以沉重，不是因为它本来如此，而是因为我一直用紧绷的心在回应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身体的，而是一种深层的疲乏。我问自己，如果我再这样用力，是不是会先失去继续走下去的能力？于是我做了一个很小却很关键的选择。我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能让心变轻的方向，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在现实里替自己找一个可以呼吸的位置。我开始注意哪些事情其实可以慢一点，哪些期待不一定要立刻满足，哪些责任可以暂时放下，哪些感受值得被温柔对待。这些选择没有让我变得懒散，反而让我清醒。当心慢慢变轻，我发现世界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我站的位置。我不再用压力看事情，也不再用焦虑推动自己。
我开始用对齐代替硬撑。就在那样的状态里，现实真的变轻了，不是因为挑战不见了，而是因为我不在一个人扛所有重量。有些事自然退位，有些事不再那么急，有些门在我放松之后反而打开。我才明白，现实其实很诚实，它会回应你用什么样的心在生活。当我用轻去走，它就不再用重来考验。这不是逃离责任，而是选择不再把人生过成一场耐力赛。我开始相信，前进不一定要痛，成长也可以是温和的。当我把注意力放在能让心变轻的地方，我不再一直问怎么这么难，而是开始感觉我其实还站得住。那份站得住，不是因为我变强，而是因为我没有再把所有重量往自己身上揽。我开始选择让生活保留弹性，让情绪有出口，让自己有退路。那些空间让我不再窒息，也让现实不需要用更大的压力逼我停下来。原来轻不是什么都不管，而是知道什么该拿，什么可以放。当我愿意这样分辨，人生自然松动。当我的心变轻，现实也不再那么硬，它开始配合，开始流动，开始回应。不是因为我要求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没有再用重量与它对抗。而那一刻我知道，真正的转变不是外在变顺，而是我终于学会用一颗不再勉强自己的心继续往前走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